各位评审、各位委员，大家好。目前我是报名2024年全球顶尖敏捷 CEO 大奖，我是参选者张吉崇。这是目前的简报大纲。我目前是捷鸿资讯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我们公司致力于帮企业及政府做数位转型，去客制化属于他们的客制化系统。然后我们公司员工人数为20人，我本身拥有 CSN 及 PNP 的证照。我本身的经历是从资讯服务业的基层做到系统分析师、专案经理、部门主管及高阶主管的部分，所以我曾经担任三足资讯的城市工程师及肯奇资讯的副总经理。目前我们本次参选的专案资料是在2023年的药品供应监测系统建制案，目前全案总共在215万，然后目前专案时程是在8月29号到12月31号，总共必须要在4个月内，整个从系统0到1整个建制上线。目前整个专案人数为10人，目前主要是去建制药品供应监测系统，同时去提供教育训练、技术资源及使用者一些服务咨询。目前整个系统要解决就是台湾的缺药问题，然后我们有效去整合了政府单位跟药商及药局诊所，去有效将药商的整个它市场的供给的部分库存量有效去公布给药局跟诊所部分，去确认台湾在每一种健保药品的部分它的供货的状态。如果今天它本身的药局的部分缺药，他们怎样能确保今天全台湾有哪些的药品是可以跟哪些药厂去购买，去让他们透过私底下的媒合去解决政府的缺药问题。同时，政府也可以透过它呢，去预警说未来在3到6个月内药品的一些流量状况，同时可以去做介入处理及管制，做一些分配的部分。这样以上的部分就可以透过资讯公开透明化的部分，去创造媒合机会，去降低缺药所衍生出来的一些风险，甚至可以提早预警。那目前整个专案的部分呢，主要我是本案的 PO 的部分，目前琼慧为这个本案的 Scrum Master。目前整个开发人员的话，主要有8位，从架构、系统分析，然后整个在执行及教育训练。目前我们整个评选资料的部分的说明是说，我怎么样去带动敏捷呢？我是用 Scrum 的框架去做带动。目前我们也结合了一些数位工具，我们透过微软365的部分去做一些线上文件的一些共编，做一些仪表板，然后及专案管理表部分，同时将每一个 Sprint 的工作项目，我们透过 Remap 部分做有效的任务分配，然后及追踪。同时，我们也去确认每一个 Sprint 的工作项目的部分的线跟知识的部分，我们用 Git 的部分去做管理，用 SVN 做档案控管。同时，我们也做了知识库管理，去确认整个专案的文件都能做有效保存。然后整个 Sprint 的部分都会经历整个开发周期，包含整个需求访谈、系统设计、系统开发，然后系统测试及上线。然后我们目前每一个 Sprint 的话是以3周为一个 Sprint， 然后我们总共执行5周。目前我们看到右图的部分的话，是我们整个会议的实务上的状态。其实我们是用虚实整合，从由线上的人一同与会，然后及实体会议，然后一起来共同讨论。然后我们整个 Plan 会议的部分，我们一开始会通过 RFP 及一些使用相关利害关系人的使用者的部分去决定 Product Backlog， 然后在每个Sprint 要执行的时候，我们会开会议，然后与客户讨论是说我们这个 Sprint 的话纳入哪些工作项目，然后才进行执行。然后执行过后的话，我们每天的部分就会开始指令每日例会，去确认说从昨天到今天，它有哪些工作项目没有执行，在这过程中发生过什么问题，然后及你准备要做哪些工作。那其实这个过程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的整个进度、整个风险的预警，其实都是用透过它来做有效的得知跟了解。然后再来，我们会做每一次的展示会议，然后会结合客户的工作小组会议，然后去将我们每一个阶段的功能去做展示，然后及说明，同时也去收集使用者的需求问题。拿到这些建议的时候，开始去回顾这个 Sprint 有没有更多可以做得好，或者是要加强的项目，或再执行下一个 Sprint。然后整个过程中，我会认为整个需求访谈是整个关键点，因为必须要在4个月内，所以要确认我们每一次的需求访谈都是确实且完整的。那我们是透过刚刚讲的3种的使用者的角色的故事呢，去叙述给客户听，然后去在这过程中去整理出流程图，
然后在做过流程图的部分再跟客户去确认。同时，我们会在整个需求讨论过后的2到3天内快速去做系统出询，让使用者通过界面互动的方式，就能很清楚知道它的每一项功能的操作及使用。然后呢，整个需求确认完之后，立马去丢给系统分析团队，就开始做分析，然后设计以及后面的功能的开发、测试及上线，就可以去确认每一个 sprint 都能有效去产出能跟客户确认的 MVP。再来，我们整个过程中，其实我觉得风控是里面最重要的管理。其实我们在事前我就开始去做分析，假设使用者确认的时间过慢，或者是假设出现 delay，或者出现技术问题该怎么处理，那我们也会对应去开始处理像风险预备金，去让这整个专案其实就原本就有预算去处理这些所衍生性的风险。然后我们再透过时过的每一次的会议跟每日例会，可以快速了解状况。然后如果是整个状况在预期内，或者是比较小的风险发生，那其实我们就会去统一去调整，在下个 sprint 再让资源举一个例子，专案的进度不如预期，那我们可能会在进入下个 sprint 的时候开始加上更多的一些能力。然后如果假设有技术问题，就会开始会在下个 sprint 就请技术长做协助，然后让风险呢提早被解决，以确保整个在执行过程中风险不会去影响整个 sprint 是无法进行下去的。然后再来呢，我们在推动整个企业敏捷，我们怎么做？第一个，我们透过实物案例，其实我们一刚开始在推动工的部分，其实是我们公司的产品，然后再来应用在客户端，在银行金融的客户，在医药卫生，再是目前的政府单位。然后我们也是用内部去推动，第一个，我们让他学会怎么做，什么叫做对的框架，什么叫对的事，所以我们鼓励我们同仁去搜寻，甚至去拿到相对应的像 CSN 的证书。同时，我们也在内部制度的部分，让同仁去尝试怎么样去在内部管理怎么样做知识管理，是不是可以用敏捷来方式来做推动？同时，我们也透过奖励及分享的方式，创造这样循环。当同仁假设在像我这次表现很好，他就是在我们的例会跟周会的方式，就告诉大家说他怎么样的成功关键。同时，我们在这时候给员工像是奖励、调薪或奖金，同时或一些聚餐，去增加同仁的整个成就感。那也因为这样的成就感，他就很容易愿意把敏捷去在整个专案的执行，或者是整个工作项目都用敏捷来去做有效推动。再来呢，我们未来要更有效推动，那当然就是不断的去扩大势力，因为这一次的部分是我们在政府专案里面推动纯敏捷的方式。那我们也会希望说，这样的成功案例能用到更多的政府单位都愿意使用。那同时，我们还是要持续学习。我们有参加过现在很多的像敏捷 CEO 部落或者是敏捷社群的部分都有大量的课程，其实我们都会让我们同仁去分享这些资讯，让他做一些线上学习，也能了解业界其他的同才怎么做，那非业界的人怎么去做操作，互相的去交流成长。同时，我们也把我们成功经验，我们有分享在敏捷 CEO 部落，我们也同时分享在 PNI，然后让更多的人也知道解剖，也知道我们怎么样去推动敏捷。然后再来整个我们参选的部分，对于我们企业其实最大的贡献，第一个其实就是我们整个信心指数非常非常高，因为以往我们都会认为政府单位推动纯敏捷是不可能的。那也因为这个成功案例，而且还创造什么4个月内就可以把以往必须要半年以上才能完成的系统完成，他就会认为说，哇，敏捷是真的拿到纯敏捷，而且还能知道说怎么样能一次到位去满足客户的需求。那其实团队就会觉得说，那下次在使用它的时候就会更有信心，而且甚至会是这种品质的保证。那也是因为这次的品质很好，那所以我们做的很多系统，我们有把事前模组化，然后去增加整个系统的可用性。主要说下次不管是针对假设现在缺药，假设缺口罩、缺疫苗，或缺任何异常，或缺任何的项目，都可以用这个系统部分来重复使用。那同时也因为这个的优质的品牌形象，其实我们创造很多的专案机会跟很多的合作的意愿的讨论。那最重要还有另外一个棒是，因为我们以往在推到政府部门的时候，之前都会遇到很多阻力，都会对于敏捷式的部分能成功运用都有抱持很大的怀疑。那现在我们再去说明的时候，尤其在今年，其实大家接受度就非常高了，因为同时我们把数据告诉他，我们用数据来说话，因为其实像以往他可能在政府系统里面把30%的使用率整个提高，同时又去降低20%的经费浪费，所以就会造成政府会愿意能使用这个部分来去推动后续的缩转。好，那以上就是我的报告内容。化繁为简，以简驭繁，是我们去帮助客户的核心宗旨。未来我们也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服务给更多客户。以上感谢各位委员的聆听，谢谢。